OK， 通上電，喲，嚇我一跳，已經通上電了。邊學邊試生活誌。前兩天我們說要做一個加熱台，然後今天我們就實際的做一下。這個是溫控儀，咱們就先通電給它試一下，不接控制的設備，單獨的通電先試一下。我們看一下這線是怎麼接的啊？傳感器，產品接線圖 ，Power。這個傳感器還需要串聯一個電阻嗎？還是說就是直接把它直接接上？應該是直接接上吧。這裡還有一個串了一個電阻，應該就是代表的就是它不能直接正負極相連。把传感器給它接上，紅線為正。好了，溫度傳感器已經給它接好了，然後電源線接到這兩個上邊。現在正負極接好了，我們先用万用表量一下正負极有沒有短路。没有短路，然后咱们就给它通一下電吧。OK， 通上電，喲，嚇我一跳，已經通上電了。27度，28度。這個是怎麼設置的？怎麼設置的呢？短按設置啟動溫度，短按設置停止溫度，長按設置代碼，短按返回，長按關機，短按設置啟動溫度，停止溫度，啟動溫度，停止溫度，啟動溫度，停止溫度。咱給它設置一個29度吧，也設置個30度，啟動溫度是30度，然後停止溫度31度，啟動。嚇我一跳！啟動溫度，停止溫度，裡邊有個繼電器在那跳着的，所以嚇我一跳。大致是沒問題的。看完這個溫控儀，咱們看一下加熱板。當然，加熱板肯定不是購買的，我用的是一些舊的電器裡邊拆出來的。我們先看第一個，這個就是加熱板。這個是個溫控開關，工作的原理就是它通上電加熱，這個溫控開關一般是貼在這個加熱板上，當它檢測到溫度到達上邊顯示的這個溫度之後，它就會斷開之後就停止加熱了。這個溫控開關上邊寫有溫度185度。這個加熱板是什麼電器裡邊的東西呢？它是一個加熱的一個美容儀，就是裡邊裝有純淨水，然後通過加熱這個水產生水蒸氣，然後給臉加濕的一個東西。然後我會貼上一個食物的圖片，就是這樣一個食物裡邊的東西。這個加熱板沒有標它這個多少瓦的，只標了一個220伏的，這是第一個。然後這是第二個加熱板，它也是從一個小電器裡邊拆出來的，它是一個溫暖器裡邊的東西，裡邊的主板和加熱板，上面你可以看有設定溫度、當前水溫、開關、加減，它的工作原理和這個是一樣的，都是通過加熱水來實現的。咱們也可以把它上邊的給它去掉，把加熱板給它去掉。這個溫暖器上邊的，我們看到還標了一個200瓦這樣的一個功率，這個就沒有。不過基本上也可以判斷這兩個的功率是大差不差的。這個是200瓦，這個有可能差不多。他們兩個都是加熱水的，功率也不會太大。但是從這個線上來看，這個線它的線是比它的線加熱線是粗一點的，可能它的
功率是稍微大一點。這次我們要做的東西是一個加熱台，做加热台需要幾個注意的事項。首先，这个功率计它的温度控制範圍要達到400度左右，如果測量的溫度範圍太小的話，它就沒辦法加熱了。而焊錫的它的熔點大概在250度、300度，這個溫控儀它的控制溫度的範圍是最大是990度，所以它是完全足夠的。然後再說這個加熱片它有什麼要求呢？然後我查了一下，這個加熱板第一個是加熱面積，第二個就是功率。加熱面積最好的話就是12厘米乘12厘米，或者15厘米乘以10厘米。12厘米是這麼大。像這樣的加熱板它就顯得有點小了。然後加熱功率的話，又便宜又好用的是200瓦到400瓦之間。這個上面標了是200瓦，勉強夠用吧，但是就是這個加熱面積是有點小的，這個也沒有大多少。怎麼說呢，就是勉強夠用吧，比沒有的強。咱們做這個加熱台最重要的用途就是用來拆焊 LED 燈珠的，它的溫度需要的範圍是180度到250攝氏度。加熱片的功率最好是在300瓦到800瓦之間，太小的話就是升溫慢，太高的話功耗太大，然後控溫不方便。然後我們再看一下如何去接線。報警是在這兒，我們放一塊磚隔熱一下。我們看一下這個圖，上邊顯示的這兩個接口連上了220伏的電，是我這邊需要連上再接一根線接到220伏上邊，還是說不用接？這兩個實際上是已經接到上邊的。我們可以用萬用表量一下，這個和這個是不是通的？我們還是直接接一下吧。現在沒有通電，这個繼電器應該是不工作的。這個是直接接的220伏的電，也不用分正負極。這個上面是沒有標功率的。現在我們給它通電。我們把開始溫度和結束停止溫度給它調一下，都給它調成350度吧。停止溫度是350度，開始溫度給它調成300度吧。沒有加熱溫度，這個一點都沒加熱，還是冰涼的。傳感器電源，它這個是什麼意思？哦，它這個是這個意思，這兩個相當於一個開關，也就是說一端接220伏的電，另一端給它接到這個加熱板上，應該是這個意思。它這個就相當於一個開關的作用。然後我們通上電，量一下這個電壓，它是通的還是說是一個開關？我們萬用表先給它調到交流電上，我們量一下這兩個觸點，這兩個觸點就是一個開關。觸點是通的，和剛才咱們那個猜想是一樣的，這個就是一個開關的作用。現在我們重新把線給它接一下，不是這樣接的，先接線，正極負極，接完線我們再量一下，不要讓它給短路了。首先這個火線零線沒有，這個也沒有。現在我們就給它通電。
经感觉到溫度了。這個升溫確實是有點慢啊。大概2秒鐘升1度。如果是300度的話，100度升到200度，200秒，200秒。3分鐘，升高100度需要3分鐘，確實是有點慢啊。這個加熱板有個問題，在111度之後升溫就非常的慢了，看來這個功率不太夠，它就是用來加熱水的，這個顯然是不太行的。現在溫度上升的非常非常慢，大概是5-6秒才上升1度，現在到117攝氏度了，溫度上升的更慢了，需要把這個上邊的燈珠給它去掉，溫度要至少達到150度，現在到117度了，溫度很難上升了，咱們就給它停止吧，很热很热的。今天咱們就試驗了這個想法是可以的，但是這個加熱板它的功率太低了，它原来是加熱水的，溫度上升到117攝氏度之後，溫度就很難再往上繼續升了，這是它的一個局限性。它的功率應該也是和這個是差不多的，200瓦的功率。正常來說，如果要實現替換它上面的燈珠的話，它的功率至少需要達到300瓦。綜合情況來說，是300到500瓦之間是性價比最高的，也是最容易控制的一個區間。目前它功率太低了，它就不太行。但是它也不是完全没有用，它也可以用来去加热其他東西，比如說做拼豆，它就是可以去用的。焊接 LED 燈珠的話，它的功率是不太夠的。還有今天咱們搞清楚了它的這個接線圖，接線是這樣接的，它两個就相當於是一個開關，而不是說把加熱板接到1和2上邊，就相當於把這個负載，這個就是一個加熱板，還有把這2個觸點都給它串到這個220伏的電路裡邊，這樣就實現了控制它的溫度。好了，邊學邊試，多試幾次，保證成功。如果你也想增進生活中自己的動手維修能力，可以關注、訂閱、點讚、評論。邊學邊試，你也能學會。謝謝大家，我們下期再見。